的中文播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木木的中文播客。今天是5月29日，周五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在第一期的内容里，我有提到说我现在正在韩国上学嘛。在此之前，我是在公司里工作的上班族。我一共在3个国家工作过。首先是大学期间在上海的2家公司实习过。之后是在新加坡的一家电商公司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。在那家公司，我是从实习生到之后的正式员工，一共工作了2年半的时间。结束了这份工作后，我就又回到了上海，在一家 OTA 公司，也就是在线旅行社工作了4个月。为什么只工作了4个月呢？在之后的内容里会提到。然后我就来到了韩国。但是在正式开始现在的学习之前，我也在韩国的一家广告代理公司短暂的工作了2个月。可能因为我有在3个国家工作的亲身体验，所以感觉就更能体会到中国职场的一些特点。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聊聊中国特有的职场文化，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听下去。首先我们想要找工作的话就得面试，对吧？在中国相比于线下面试，线上面试会更加普遍。可能是因为中国地理面积比较大，如果每个公司都要求线下面试的话，面试者来来回回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相对比较高。我猜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一般都是线上面试吧。我自己也是，之前不管是在找实习也好，还是找正式工作也好，几乎没有遇到说要线下面试的公司。我记得有1-2个公司要求线下面试，而且那个公司也不在我所在的城市，甚至不在我所在城市周边城市。然后我当时就是直接放弃了，因为我觉得来来回回太麻烦了。面试也一般会有好多轮嘛，即使最终轮要求面试者到公司去直接去线下面试，一般第1轮也都是会用视频软件面试，比如腾讯会议、Zoom、飞书等等。那面试时候的穿着呢？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面试一定要穿得很正式，至少要穿正装吧。但其实在中国面试的着装要求，我觉得可以说是非常的宽松。当然可能是要看行业，比如像金融、法律这种未来需要给客户展现非常专业的样子的行业，或者国企这种传统行业的话，可能公司会希望面试者穿得正式一些。但如果是一些比较年轻的行业，像互联网、广告、新媒体这种行业，穿着要求就会宽松很多。我记得我之前的面试都是在夏天，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穿一些浅色的短袖。而且因为是线上面试嘛，面试官也只能看到我上半身的穿着，所以下半身其实是穿着睡裤在面试。通过面试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公司开始上班了嘛。首先说一个我觉得最中国的职场文化，就是午睡文化。所有公司到了中午都会给吃午饭以及休息的时间嘛，一般是12点到1点半，或者是12点半到2点。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各自去吃饭。但是神奇的是，在中国公司，大家吃完午饭回来后，看一会儿手机就会开始睡觉了。有的人是直接趴在桌子上睡，然后有的人会买一个午睡枕，还有的人会更夸张，买一个折叠床，直接在工位也就是工作的位置旁边铺开，躺在床上睡。我之前在上海工作过的那个 OTA 公司，一到午休时间，整个楼层都会直接熄灯。午休期间，在座位上的人也禁止用正常的音量交流，只能像这样小声的交谈。
我记得当时别的组有2个人在午睡的时候吵起来了，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在睡觉，然后但另外一个人在自己的座位上用正常的音量打电话。睡觉的人因为自己睡觉被吵醒很生气，而打电话的人又说不是自己主动要给别人打电话，而是客户打给自己，自己也是没办法才接的。我之前在新加坡工作过的电商公司，公司里员工的国籍非常多样，有中国人、新加坡人、马来西亚人、越南人、泰国人等等。公司里也有专门一个可以午睡的房间，然后我是那边的常客。据我观察，出入那个午睡房间的大部分员工也都是中国人。那这个午睡文化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从小就被培养就是要午睡的习惯。我们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，午饭后是必须要睡觉的，不想睡也得睡，有老师会管着。因为有这样的说法，小朋友要多睡觉才能长高，中午午睡了，下午学习的时候才能更加集中注意力。所以在学校午睡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。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的主食是米饭，吃米饭就容易晕碳。晕碳就是指在大量的摄入碳水化合物，比如像米饭、面这种食物之后，身体就会出现强烈的困倦感，就想睡觉的感觉。所以午睡在中国职场这么普遍，有可能就是因为这2个原因。但午睡的时间其实也不宜太长，据说最好的时间是控制在30分钟左右，这样就既能起到休息的作用，又能防止进入深度睡眠。因为一旦进入深度睡眠，再醒来的话，就可能会更加的疲惫或者是困倦。接下来要说一个近几年才火起来的一个词，可能很多人也知道，就是996。平时看中国新闻的话，就有可能会在新闻上看到这个词。这个词呢是在2019年的1月，一家叫杭州有赞科技的公司宣布将实行996工作制。也就是说，每天早上9点到岗，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。遇到紧急项目时，每周要工作6天。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公告出来之后，然后996就成为了一个话题。所以996就是9点上班，9点下班，一周工作6天的意思。这个概念最早就是从互联网行业里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开始的，比如阿里巴巴、华为等等。996的出现是和这个行业的快速发展有关的。当时各家公司都在快速的更新自家的产品，然后在争抢线上的用户。996确实让这个行业快速的发展了起来。早期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可能也比同龄人更早的实现了财富自由。但是996也相应的带来了很多问题，比如员工身体变差，没有个人时间，没有陪伴家人朋友的时间。每年也总是会有几例因为工作过劳在工位上猝死的事例。虽然政府、法院都表示996工作制是严重违法且无效的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实施996的公司还是有很多很多。我自己的体验也是，当时在上海的那个 OTA 公司工作的时候，工作时间是我工作过的公司中最长的。早上9点半到公司，规定的下班时间应该是下午6点半。但是在我工作的那4个月里，应该是从来没有一天是在6点半下班过的。下午7点半下班已经是算早下班了。然后一周一般会有2-3天的时间是要在晚上9点半之后才能走的。然后不只是我们组的所有人几乎都这样，甚至加班是没有额外补贴的，都是算自愿无偿加班。这就是我只在那个公司工作了4个月的原因之一。
最后我想聊一个中国职场中女性职员的一个特征。在中国，如果不是每天都要面对顾客、客户，只是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工作的话，很多女性职员是不会特意化妆的，因为这点和日本、韩国非常的不一样。如果一个组里有10位女性职员，我觉得大概每天坚持化妆的女性职员应该不超过2个。然后可能有4个人只是涂防晒霜和口红，然后剩下的4个人可能就完全不化妆。之前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也看到过一句很搞笑的话，就是公司里的人不值得我每天化妆，不值得我用700-800块的粉底液。但确实公司本身就是工作的地方，也不是相亲谈恋爱的地方，只要工作都能处理好，工作能力强，其实化不化妆都是个人选择。但是当然化妆有的时候是一种表达自我，然后让自己更加自信的方式。所以在中国职场，化妆不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，也不需要看任何人的眼色，完全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。所以这一点我还是很喜欢的。今天聊了中国职场的4个特点，大家觉得中国职场听起来怎么样呢？听到午睡时间整个公司都会进入睡眠模式，会觉得很神奇吗？还是说听到996工作制会觉得中国职场特别可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今天也很感谢大家收听木木的中文播客，下周我会带着更有意思的内容和大家再次见面。如果有想要的主题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。那么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，希望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